OK，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到了今天为止，战斗的烈度确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啊！伊朗虽然被渗透烂了，但是战斗力确实也不是委内瑞拉那种国家可以碰瓷的。美以联军的战斗机呢，在这几天出动了数千架次啊，他们对伊朗境内的目标进行了地毯式的打击。从行动开始到3月3日，伊朗全国至少有555名平民和军人死亡。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也在最初的精确打击中丧生。在最早的空袭中啊，还有49名高级军事指挥员也被炸死了。与此同时呢，美国和以色列也不轻松啊。美国军方确认有6名美国军人在此次冲突中阵亡，3架美国 F-15E 攻击鹰战斗机坠毁了。目前呢还不确定是自己人的乌龙呢，还是伊朗的战果啊。以色列方面也有11名平民在伊朗的导弹打击中丧生了。这说明美以的防空系统根本无法有效拦截所有的攻击啊！伊朗发起了第11波次的真实承诺4行动，向阿联酋发射了至少165枚弹道导弹和541架无人机。伊朗还向科威特发射了97枚导弹和283架无人机。美以在中东的各个军事基地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啊！整个中东地区的航空和能源运输已经陷入了停滞。看到这里啊，咱们发现，目前伊朗全靠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还击，而且这些装备的性能吧，真还不错，可以和美军啊有来有回啊。那么问题来了，经历几十年的制裁啊，伊朗的导弹、无人机装备是怎么发展至今的呢？中国和俄罗斯又给予哪些技术和装备的支持呢？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武仁。我呢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大家梳理这些复杂的军事信息啊。要说伊朗的导弹项目，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时期啊。当时伊朗被国际社会全面武器禁运啊，伊朗为了对抗伊拉克的空中优势，不得不寻求非对称的远程打击手段。伊朗最初从利比亚、叙利亚和朝鲜获得了飞毛腿导弹，这些早期的液体燃料导弹成了伊朗导弹工业的基础啊。随后，伊朗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逆向工程。伊朗军工部门在这个基础上开发了流星1、流星2和流星3型弹道导弹，这标志着伊朗导弹工业在战火中算是艰难起步了。液体燃料导弹在现代战争中其实是存在致命的缺点的，液体燃料必须在发射前进行加注，这个过程要耗费非常长的时间啊。在现代战争中，这种漫长的准备时间极易被美国的卫星和侦察机发现，一旦发现，发射阵地就会遭到先发制人的空中摧毁啊！因此，伊朗军方下定决心要进行技术路线转型啊！伊朗开始大力发展固体燃料弹道导弹。固体燃料导弹在出厂时就已经加注完毕了，可以随时的发射，这就极大的提高了导弹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啊！为了保护这些导弹呢，伊朗实施了庞大的地下工程啊！伊朗在全国各地的山区挖掘了复杂的隧道网络。这些被称为导弹城的地下设施，专门用于储存和发射法塔赫110系列、尼什等固体燃料导弹。近年来，伊朗还在导弹上采用了机动重返大气层载具技术啊，这些弹头可以在重返大气层后改变飞行轨迹，这就使得以色列的先进防空系统很难进行有效拦截。除了导弹，我们必须聊聊伊朗的无人机发展历程啊。伊朗的无人机项目同样可以追溯到两伊战争时期，当时伊朗开发了燕子1和迁徙者1型无人机，这些早期的无人机主要用于在战壕上方进行简单的侦察。1988年，美国海军在螳螂行动中重创了伊朗海空军啊，这让伊朗高层深刻的意识到，他们无法在常规海战和空战中对抗美国，因此伊朗开始投入巨资发展无人机技术，这为伊朗后来的无人机大国地位奠定了基础。2011年，伊朗成功捕获了一架美国的 RQ-170隐身无人机。伊朗的工程技术人员立刻对这架先进的无人机进行了仔细的拆解和研究啊。基于这项技术，伊朗开发出了雷电和见证者191等型号的无人机。后来呢，伊朗又捕获了美国的扫描鹰无人机，借此呢，伊朗军工迅速就仿制出了亚希尔无人机啊。这种获取西方先进技术并进行本土化改造的策略，就让伊朗省去了大量的研发时间。伊朗的无人机技术因此而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除了仿制呢，为了绕开最严厉的国际制裁，伊朗建立一条极为复杂的零部件走私网络。
伊朗的无人机大量使用了国际市场上可以轻易买到的民用零部件，在伊朗的无人机残骸里，经常可以发现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生产的商业电子芯片，同时呢，还能发现奥地利公司生产的民用内燃机啊。伊朗通过在香港和阿联酋设立的空壳公司，将这些民用产品呢悄悄地采购回国，然后将这些民用零部件组装成致命的自杀式无人机，这使得伊朗能够以极低的价格进行大规模的无人机生产。说完了详细的研发过程，接下来我们详细盘点一下伊朗目前的装备现状啊。在2025年6月的12日战争中，伊朗消耗了大量的导弹。当时的以色列预估伊朗的导弹库存下降到了1000到1500枚左右，但是到了2026年初，伊朗通过全速生产已经补充了库存啊。目前伊朗拥有中东地区规模庞大的弹药库，霍拉姆沙赫尔4型导弹是其中绝对主力。这款导弹射程达到2000公里，可以携带1500公斤的重型弹头。这些重型武器在近3天的还击中确实展现出了不俗的性能。还有一些高超音速导弹是伊朗目前最引以为傲的杀手锏武器。伊朗目前装备了法塔赫1和法塔赫2两型高超音速导弹，这些导弹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惊人的13到15马赫。在本次的2026年3月的冲突中，伊朗首次在实战中对美军目标使用了法塔赫2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由于高超音速滑翔体可以在大气层内进行大幅度的机动，传统的防空雷达就很难对它进行持续的跟踪啊，这也使得美军现有的防空体系拦截成功率呢大大降低了。在无人机方面，伊朗的装备规模同样令人震惊啊！见证者136自杀式无人机是目前伊朗的主力消耗品。这款无人机采用三角翼设计啊，航程高达2000公里。除了见证者系列，伊朗还装备了先进的迁徙者6和迁徙者10无人机。最新型号拥有24小时的续航能力，可以携带300公斤的载荷。它们可以执行复杂的查打一体任务。伊朗经常一次性发射数十架甚至数百架的无人机组成蜂群，这些无人机和导弹共同构成了伊朗庞大的远程打击网络。伊朗目前的装备体系完美契合了非对称消耗战的军事思想。美国和以色列用来拦截的防空导弹价格极为昂贵，一枚爱国者或者标准3导弹的成本高达数百万美元，而且以色列的剑3拦截导弹也超过了300万美元。相比之下，伊朗发射的见证者136无人机造价仅仅2万美元左右，防御方每成功拦截一波攻击都要消耗掉价值10亿美元的防空弹药，而伊朗的攻击成本也就几千万美元吧。德黑兰的战术也就这样浮出水面了。他不要真正的战胜美国，而是通过这种巨大的成本差异来拖垮对手的防空体系，让美以在高昂的战争消耗中放弃持久进攻。在战前的关键时刻，俄罗斯为伊朗提供了大量的关键技术和装备支持。2025年初，俄罗斯和伊朗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2025年的战争中，伊朗本土防空系统暴露出了严重的缺陷。以色列的空袭呢，摧毁了伊朗多套 S-300防空系统啊。为了填补防空漏洞，伊朗在2025年12月与俄罗斯达成了一项5亿欧元的秘密军火交易。俄罗斯向伊朗提供了500具柳树便携式防空导弹发射具和2500枚配套的导弹，这批装备就大大增强了伊朗防御低空目标的能力啊。除了传统的武器装备，俄罗斯在太空和电子战领域也给予了伊朗巨大的帮助。2022年，俄罗斯为伊朗发射了海亚姆高分辨率的侦察卫星。这颗卫星可以提供 1.2 米的分辨率的地表图像，这让伊朗可以精确地监视美军基地的动向。在电子战方面，俄罗斯向伊朗分享了干扰卫星制导武器的实战经验。毛熊不仅提供了干扰设备，还帮伊朗升级了本土的干扰系统，例如伊朗生产的眼镜蛇 V8 干扰车，这被认为是俄罗斯克拉苏哈4系统的翻版。这让伊朗在面对高科技对手时又有了一层极其重要的防护盾牌啊。与俄罗斯不同，中国在过去30年没有向伊朗提供导弹和无人机技术，但伊朗也在中国采购了大量的涉军事材料和服务。在导航系统上，伊朗做出了根本性的战略改变，革命卫队放弃了美国的 GPS 系统，转而接入了中国的北斗3卫星导航系统。北斗系统在抗干扰能力上具有明显的优势，能为伊朗的导弹提供厘米级的定位啊。此外，北斗系统独有的短报文通信功能，
让伊朗的指挥节点在地面网络瘫痪时，依然能够通过卫星发送指令，这直接解决了伊朗在强电子干扰环境下导航的难题。所以北斗系统让伊朗的精确打击能够实现质的飞跃。还有在导弹燃料的关键化工原料上，伊朗通过各种手段也从中国采购了相当规模的材料啊。现代先进的弹道导弹普遍采用固体燃料，而高氯酸钠是制造固体火箭燃料必不可少的氧化剂。在2025年下半年，有超过2000吨的高氯酸钠从中国运往伊朗，这批化学原料呢的数量足以生产大约500枚弹道导弹。在之前的冲突中啊，伊朗损失了大量生产固体燃料的行星搅拌机设备。正是有了这些关键的原料，伊朗革命卫队才能在短期迅速重建其导弹库存啊。最后呢，我们对未来的战争进程进行一个简短的预测。这场战争不会在短期内迅速结束，而是会演变一场拼后勤的长期消耗战。美国和以色列的防空拦截导弹库存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哦。目前美军的萨德系统和标准3导弹库存已经因为频繁的拦截而严重消耗了。这些高端拦截导弹生产周期长达数月甚至数年啊，很难在战时迅速补充。随着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一波接一波的饱和攻击，美国引以为傲的防空网络随时可能被耗尽弹药啊！这种巨大的消耗将让美军的后勤面临空前的危机。从更宏观的战略角度上看，这场冲突将呈现出高度分散化的特征。虽然美国和以色列摧毁了大量伊朗指挥机构和核设施，但单纯依靠空中打击无法实现彻底的政权更迭啊！只要没有地面部队和大规模介入，伊朗深埋在地下防空洞的军事工业体系就能继续运转。同时呢，伊朗在伊拉克和也门的代理人武装也将继续在红海和波斯湾地区进行破坏活动，甚至切断霍尔木兹海峡。全球能源的市场和供应链将持续面临巨大的压力。中东地区已经进入了一个持续动荡的新常态啊，未来战争进程将充满了更多不可预见的惊险变数。好了，本期视频就差不多了。我是五人，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欢迎点赞和关注。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呢，欢迎在留言区与我交流。我们下期再见。